70岁的老头迎娶18岁的少女，李善长退休后的日子当真是惬意到了顶点。婚礼当天前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绝，地方上的士绅豪杰都争相登门送礼。李善长虽说已经卸下职务，但余威犹在。为了攀上这位大明开国功臣，众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。立功之喜，整个杭州为之风光，晚辈们岂能不登门拜访？一波接一波的彩虹屁让李善长乐得合不拢嘴，而当朝宰辅胡惟庸的不请自到，更是让他觉得面子倍增。瞧见自己一手栽培的门生登门，李善长立刻满面红光地迎上前去。大伙儿都知道不？这位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的当朝宰相胡惟庸啊！在场众人得知来人竟是现任丞相后，纷纷激动地跪倒在地。若能在胡惟庸跟前留个好印象，将来仕途必定一帆风顺。有了胡惟庸的撑腰，李善长风头一时无两。为了表达谢意，他也毫不藏着掖着，当即把新娶的小妾换出来给大家侦查。胡惟庸瞧见新娘娇美动人的模样，顿时心痒难耐，恨不得当场跟她研究缝隙。恩公啊，敢问夫人芳龄几何呀？对外23，对了，我得实话实说，16。胡惟庸听后当场便忍不住赞叹起来，说恩师果然宝刀未老。可殊不知这些在李善长眼里不过是冰山一角。当年郭天旭为了拉拢他，一口气送了3个美女，要不是如今上了年纪，他还打算再表演个3人行。归养嘛，就得有个归养的样子。皇上是叫咱享福来，既然如此啊，这轻福艳福都是福啊！李善长嘴上虽然说的轻松，可内心的盘算却瞒不过胡惟庸的眼睛。他大张旗鼓的那些，实则是为了迷惑朝中谏官。只有让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彻底放松警惕，自己才能安度余生。恩公啊，你不就是要给朝廷这个印象吗？不错，不堕落，人家不放心啊。过了一段悠闲时光之后，李善长终于体会到，为何刘伯温一心想要回青田老家，跟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比起来，退休生活简直舒坦到了极致，既无需操劳繁重公务，也不必担忧朱元璋哪天会翻脸来个九族消消乐。当宰相真不如当相，天公一收手，什么都没有。随后李善长又问起了爱徒在朝中的处境，自己离开之后他过得是否顺遂。胡惟庸听闻此言，立刻眉飞色舞，声称自己如今已是皇帝跟前的第一红人，真正尝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。刘伯温好吗？不好。胡惟庸表示刘伯温眼下落魄至极，他因为开罪淮西勋贵，被朱元璋夺去一切官职，每日粗茶淡饭无人登门，除了儿子刘连之外，所有人都躲着他走。而且朱元璋似乎铁了心要整治他，每回传旨都派2虎代劳。可深谙朱元璋心思的李善长却听出了端倪，他告诫胡惟庸往后务必谨言慎行。朱元璋放他回家养老，就是为了敲打淮西将领，若不是北方战事再起，蓝玉等人早就被拿来开刀。疏远刘伯温多半只是做样子，等天下太平，他必定还要收拾那些骄兵悍将。到那个时候，恐怕又要风波再起的。果不其然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李善长一语中的。可刚尝到权力甜头的胡惟庸根本听不进去，为了那把龙椅，他愿意付出一切。此时的胡惟庸和从前的杨宪如出一辙，早已膨胀到了极点。这不刚回中书省，他就大刀阔斧的推行变革，前线物资因大雪封路迟迟运不到，胡惟庸便学杨宪的手段压榨下属，短短2日他就斩了6名主事，并流放了4名知府。这番狠辣做派把中书省官员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，连户部尚书吕昶都忍不住私下抱怨：当年杨宪为相，我在这儿等候召见，就足足等了半个时辰。如今胡相坐堂，可等的时辰它更长了。除了吕不韦，还没有哪个宰相比胡相更霸道的呀。胡惟庸这般行事已经注定了他的下场，他那嚣张跋扈的作风一旦失去圣宠，等待他的就只有万劫不复的结局。